目に回る。はい。おお。继前一天的江之恋之旅，今天我又来到镰仓了，一样从东京市区搭 JR 湘南线速线，这次是直达镰仓站的班次。这是镰仓车站西口，今天要探索镰仓的山线景点。现在上午10点，我往 Kinokuniya 超市后方走，我要先去吃人气名店茶房云母，在住宅区里面，这时必须请出 Google Map 带路。走约10分钟到了。这家店只营业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半。我到时，店家正好准备开门营业，我算是第一批客人。这是一家专卖日式甜品的店，我点了宇治白玉冰淇淋蜜。淋上抹茶糖浆，共5颗团子，口感非常扎实，比吃正餐还要有饱足感。除了热茶，店家还附上咸的昆布茶和酱菜。非常讲究味觉平衡。吃完离开时，门口已经开始排队了。接着就去最顺路的千禧辩才天与鹤府神社咯。来镰仓走景点。最引人入胜的，除了景点本身之外，就是这里的住宅区域。这里的民宅都好精致，好有质感啊！漫步其中，细细品味这里的生活气息，也是一大享受。走了约15分钟，到了。千禧辩才天与鹤府神社的特色，就是可以合法洗钱。辩才天是掌管财富的女神。求财运的神社，所谓的合法洗钱，是借由这里的泉水洗涤钱币，进而求取财运的仪式。先花200日元买一组蜡烛和香，并拿一个小篮子。蜡烛。小篮子。はい。点上蜡烛及香。拿着小篮子往奥宫，也就是洞窟内走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洗钱咯。除了钱币、钞票，有人说信用卡也可以一起，那就试试看吧。
洗完赶快擦干信用卡和钞票，擦干的钞票可不要收进口袋里，最好直接用来买玉手或福财布。我把日元钞票拿来买了2个福财布，共800日元。福财布就是日本古代的钱包。はい。お店员阿姨拿一块石头和铁片敲击，帮我的福财布做法加持。ー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继续步行去镰仓大佛。天气好，慢慢走，一边欣赏这里的住宅。大概走了20分钟，到达镰仓大佛高德院。镰仓大佛是日本第2高的青铜佛像，仅次于奈良东大寺大佛。这是佛像的背面，旁边有个小楼梯，可以花50日元进去观看佛像内部构造。50円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参观完大佛，我搭公车回镰仓站。回到镰仓站，我在巴士站的4号乘车场换乘另一班前往报国寺的公车。报国寺的下车站牌是净明寺站，这2间寺院都在同一区域内。进门后的景观，先是一座淡雅的日式庭园。报国寺最有特色的是坐拥一片竹枝亭，竹枝亭内有2000多棵高耸的梦中竹，还有一间赏竹茶屋。
竹之亭需要买票入场，入场门票400日元，加购茶屋喝抹茶再600日元，共1000日元。排队时会把抹茶券收走，换成号码牌。叫到我的号码了。はい。お帰りなさい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在这里，喝的不只是抹茶，还是一种意境。离开报国寺，我搭上公车回镰仓站。我来到距离镰仓车站不远的 AW Kitchen Garden 享用午餐。在江之店的平交道口有个看台可以欣赏电车。平交道口的看台虽然有座位，但好像只供外带轻食的顾客使用。餐厅真正的入口是在人行道旁。进入餐厅后，我还是选了靠近铁道的室外区。从菜单看来，主打意大利料理。我点了一个布拉希披萨和一瓶香南苹果西打。这个布拉希披萨卖相很好，上面是罗勒叶和紫苏叶。超好吃。大推布拉希披萨，上面的罗勒叶和紫苏叶香气十足，布拉希也铺得很多，面皮上有抹一层微辣的油，口感层次丰富，味觉既和谐又活泼。
这顿餐食的体验实在太棒了。这是室内座位区的样子。离开餐厅，天色逐渐变暗。闲晃时，晃到了潮牌 Patagonia。出来玩，看到喜欢的，就是要买下来啊。然后我提着这件 Patagonia 前往鹤冈八幡宫。鹤冈八幡宫前面这一条大马路是若宫大路，从这个鸟居开始，在马路中间地基高起的参道称为段阁。段阁两旁种满樱花树，樱花季时变成一条樱花隧道。不过我造访时是秋季。走在位于马路中间的段阁上，观看若宫大路两旁的商家。每家店面的动态看得一清二楚，有点像是在出巡，很有趣的视角。走回镰仓车站前，白天人山人海的小町通商店街，现在都开始打烊了。我只在入口的阿伊扎镰仓美食购物广场晃晃，看起来好新，好像是封修后重新开业不久。